你知道打扰了捕蟹人捕蟹的生物结局会如何吗？想要在这里分一杯羹，也要经两脚兽的同意。作为一位合格的捕蟹人，不仅要有不怕脏的心理素质，还要有一手炉火纯青的捕蟹技术。在浑浊泥水中随意摸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水中的大青蟹被小哥给拿捏住了。刚走出几步，前方一只大青蟹引起了小哥的注意。大青蟹很友善地举起双钳向小哥招手，奈何小哥不讲武德，从他背后偷袭。刚来1分钟不到，2只超大的螃蟹就到手了。但小哥对这种刚换壳的螃蟹并不感冒，随后来到了岸上和他的兄弟相遇。在这遍地都是黄金的泥滩土里，捕捉螃蟹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。看到兄弟在洞府中摸索了那么久，还没把螃蟹抓出来，作为大哥只能亲自出马，在最强右手的发力下，将螃蟹给抓了出来。为了安慰自己的兄弟，将自己抓到的螃蟹送给了他。分好螃蟹后，两兄弟各奔东西。前方的景象引起了小哥的注意，快马加鞭地跑了过去。这视力没有 1.0 也有 5.0， 竟然在几十米外还能看到螃蟹向他招手。经过一轮摸索后，抓上来的螃蟹发现是雌性的，又把它放了。在前方的水沟里又发现了一只螃蟹在晒太阳。刚在水中摸索螃蟹，前方一只蜥蜴引起了小哥的注意。只要不打扰到正常抓螃蟹，都不会管它。泥洞中的螃蟹经过小哥单手摸蟹的功夫，最终螃蟹被小哥单手降服了。看着螃蟹的身形比刚才抓的那只还要大，小哥选择在岸上把它们绑了。为了能空出双手，把一只螃蟹按在泥土里，熟练的绑扎方法绑的螃蟹动弹不得，另一只螃蟹也要接受被绑的命运。这里的螃蟹1斤就有500克，旁边的洞府也要经过小哥双手的洗礼。在这未知淤泥的洞府中摸索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。不怕螃蟹藏得深，就怕甘蔗纹了身。经过摸索后发现是空的，提起螃蟹继续寻找。看到前方一对像骷髅眼的洞穴，小哥也情不自禁地用双手进行摸索。毕竟这样的洞府可遇而不可求。经过双手的摸索，才理清洞府的导向。因为洞府太深，手也够不着，只能用脚尝试触碰到底部是否有螃蟹。每一次危险的尝试都不一定有收获，这很好的考验一个人的胆量和耐心。连续几次危险的摸索都没抓到螃蟹，内心非常压抑。而前方的蜥蜴又引起小哥反感，无处发泄的小哥只能奔向之前跑掉的蜥蜴，在地下捡起一把篱笆后，跑到蜥蜴跟前。此时蜥蜴看到情况不对劲，开始向前走。蜥蜴内心想着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若动我先动。人狠话不多的小哥直接追着蜥蜴跑，手上的泥巴向着蜥蜴招呼了出去。这就是赶来砸场子的后果。连续的物理攻击让蜥蜴不敢怠慢，直接向着前方逃窜。在两脚兽不断的物理攻击下，4脚兽落荒而逃，最终被小哥追出了几里地才罢休。小哥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抓螃蟹，毕竟气发泄完了，抓螃蟹才是自己生存之道。而他的兄弟非常有耐心，在小溪旁边洞府里摸索着螃蟹，虽然技术不太熟练，但也能将一只2斤重的螃蟹抓了出来。在小溪里清洗过后的螃蟹露出它的真容。此时兄弟也斩获了3只大青蟹，作为捕蟹界的大哥，自然不会甘心落后。在他炉火纯青的技术下，螃蟹的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。经过清洗后，这只2斤重的螃蟹才能入小哥的法眼。作为捕蟹高手，虽然手上已经抓到1只螃蟹，但双眼还会在四周游离，一旦发现猎物就会加快脚步向前推进。这样的捕蟹人万里挑一，同时还施展了单手摸蟹的功夫。被抓上来的螃蟹还比了个耶。对于这种半斤8两的螃蟹，根本不能入小哥的法眼，放生对于这种小螃蟹是最好的选择。为了能腾出双手将抓到的螃蟹给绑了，高手的眼睛都是发亮的，前方任何动静都无法逃脱小哥双眼的搜索。此时天空也开始下起了毛毛雨，就算螃蟹一动不动也无法逃出小哥的法眼。随后螃蟹又被踩在脚下给绑了。在小溪旁边的水坑中，2只螃蟹在秀恩爱，而小哥却直接给他们洗了个干净澡。螃蟹瞬间举起双钳回礼，螃蟹本想跟他握手，而小哥却不讲武德，在后面偷袭。在应付前后受敌的过程中，螃蟹竟然弃妻而逃。螃蟹最终还是做出了无用功，本想让螃蟹和他的妻子道别，竟然把自己妻子的钳子给钳断了。在螃蟹这种生物里，也应验了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在布满青苔的河道里，是螃蟹最佳觅食和藏身之地。在沐浴中的螃蟹被吓着，直接举起双钳进行示威，奈何钳子不能拐弯，只能被小哥按在地上摩擦。在清洗的过程中，竟然对螃蟹的重量进行掂量，螃蟹最终因为不够分量而逃过一劫。小哥为了绑扎螃蟹，躲在树荫下进行，腾出双手后，水中的一道阴影引起了小哥的注意，螃蟹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被抓了。
前方还有一只，抓住后进行清洗一番，又直接被放了。在这里，只要螃蟹不够分量，都能活着长大。这次收获了不少的螃蟹，每一只都有2斤的分量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